这一节要介绍如何将前一节完成的原理图导入至 PCB 编辑器，并完成电路板的设计工作。首先，在原理图编辑器中，单击切换到 PCB 编辑器按钮，开启 PCB 编辑器。按快捷键 Ctrl 加逗号，开启偏好设定视窗，单击 PCB 编辑器下的显示选项，将网格样式设定为线。单击网格，在单击网格覆盖下的封装或焊电、布线、过孔、文字、图形等项目，单击确定。将网格设为100 ms。目前 PCB 编辑器左侧工具栏的设定为显示网格、启用网格覆盖、使用 mil 为单位、显示非线、显示麸铜的填充麸铜、显示外观管理器。接着进行图框设定，单击 PCB 编辑器的档案，再单击图框设定，输入发行日期、标题、注释等工程相关资讯。输入完成后，单击确定。返回 PCB 编辑器视窗后，即可看到图框设定已经完成。根据电脑制图规则，零件布置图与布线图右下角的绘制者资讯需设定，包含数颗测试编号、岗位编号，标注于图框的 title， 测试日期，标注于图框的 date， 不完整每项扣10分。接着增加 PCBM 模板封装的定位点，如图为装配及焊接4位数显示装置的模板实体照片。这是单面纤维镀锡，尺寸为100乘160 mm， 角距为 2.54 mm， 也就是100 ms 的万用电路板。为了方便对位，在其顶层零件面都会标示定位点，总共有24个，其间之格距如图所示。因为专用封装库 New Library.Pretty 中的模板封装 PCBM 并无定位点，为了方便 PCB 布线时的对位，可以自行新增定位点。步骤如下：步骤1，在 PCB 编辑器工具列单击封装编辑器按钮，开启封装编辑器视窗，双击 New Library， 接着双击 PCBM。在编辑区出现 PCBM 封装。步骤2，切换图层到 User One， 选择网格为25 ms， 选择缩放5倍，按滑鼠右键往下拖动图纸，直到看见左上角的焊盘为止。单击右侧工具栏的绘制矩形按钮，在 X50 ms、Y 350 ms 画出长宽各100 ms 的矩形。单击确定，再按 ESC 键取消。步骤3，在矩形上方按1键，出现矩形属性视窗。勾选填充形状，单击确定，矩形完成填充，单击右侧工具栏的网格原点按钮，将原点设定在矩形的左上角。步骤4，改选网格为100 ms， 参考模板的定位点，用 Ctrl+C、Ctrl+V复制矩形到各个定位点上。
步骤5，单击右侧工具栏的网格圆点按钮，设定母电路板的圆点在左上角的焊盘上。完成后单击储存，再单击关闭封装编辑器视窗。单击 User One 图层的可见性图示，即可随时是需要切换定位点标记是否需要显示。再接着载入 PCBM 封装，切换图层到顶层同层 F.CU， 按快捷键 A。双击 New Library 底下的 PCBM， 载入 PCBM 封装，拖曳 PCBM 原点到 X2000 Y1600 ms 的位置，单击摆放，按 ESC 键取消，单击选取，按快捷键 L 锁定。被锁定的 PCBM 封装会出现锁定项阴影，此阴影会干扰到后续的布局及布线。单击外观管理器的物件页签，再单击锁定项阴影的可见性图示来隐藏阴影。再来要将原理图导入至 PCB 编辑器，按键盘 F8， 开启从原理图更新 PCB 视窗，错误项目为0，若有出现错误项目，则依说明进行修正。单击更新 PCB， 单击关闭。导入到 PCB 编辑器的元件封装会处于浮动状态，移动滑鼠到图纸上的适当位置，单击将封装放下，按 ESC 键取消。接着进行布置元件布局，在模板上有24个定位点，依序编号如图所示。布局时我们会参考到的定位点有04、11、14、17。布局过程示范如下：在选择筛选器只勾选封装，将游标切换成全屏十字游标，单击 CPLD1， 按快捷键 R 逆时针旋转90度，让角1在左下角，拖曳 CPLD1 角1到定位点14，再移动到 X 加100 ms Y 加200 ms 的位置，单击摆放，拖曳 DS1 角1到定位点11，再移动到 X 加200 ms Y 减100 ms 的位置，单击摆放，拖曳 R1 的角1到定位点04，再移动到 X 减100 ms Y 减100 ms 的位置，单击摆放，依序拖曳 R2 到 R8 到 R1 下方摆放，各电阻的间距为2格。选取 Q1 到 Q4， 按快捷键 R 逆时针旋转90度，让角2朝左方，拖曳 Q4 角2到定位点17，再移动到 X 减400 ms Y 减100 ms 的位置，单击摆放，依序拖曳 Q1 到 Q3 的角2到 Q4 右方摆放，各电晶体的间距为400 ms。选取 R9 到 R12， 按快捷键 R 逆时针旋转90度，让角2在上方，拖曳 R12 的角2到 Q4 角2下方3格的位置，单击摆放，依序拖曳 R9 到 R11 的角2到 Q1 到 Q3 角2下方3格的位置，单击摆放。到此完成布置元件，
在此特别提醒，依据电脑制图规则，零件布置应平均分布于电路板上，零件外缘不得超出模板，否则不予评分。最后再选择筛选器，只勾选文字，以便调整位号值的位置。完成布置零件之后，接着进行预定义尺寸。单极电路板设定按钮，单极预定义尺寸，单极新增布线按钮加号，输入宽度50 ms， 单极新增过孔按钮加号，输入直径80 ms， 孔1 mm， 单极确定。接着进行布置同导线布线，在工具列2选用预定义尺寸的布线50 ms， 过孔直径80 ms， 孔1 mm， 切换到 V.CU 同层，已选定在此板层布线。另外再选择筛选器，勾选所有项目，然后将游标移到要连线的焊盘上方，并按快捷键 X， 开始进行布线。最后一条布线需要进行过孔布线，游标停在要过孔的位置，按 V 键新增过孔后，单击左键切换同层，拖曳滑鼠到下一个过孔位置，按 V 键新增过孔，单击左键切换同层，拖曳滑鼠到终点焊盘，单击结束完成此条铜线的连接。全部布线完成后，按 ESC 键返回选择物件模式，按 Ctrl+S 储存，最后进行电路板的 3D 检视。PCB 设计好后，按快捷键 Alt+3 查看4位数显示装置电路板的 3D 模型。预设会先看到 F.CU 顶层，单击翻转电路板按钮后，可看到 V.CU 底层。确认没有问题后，单击关闭，完成4位数显示装置电路板的设计。3D 检视时，若发现4位数7段显示器 DSE 的 3D 模型比例、方向或位置与封装不符，则可以在 PCB 编辑器中单击 DSE 后，按1键，在单击 3D 模型页签后，调整其中的比例、旋转或偏移的数值。例如将 DSE Z 轴的方向改成-90度，即可完成调整。接着介绍列印零件布置图与布线图。在列印零件布置图与布线图方面，试题中除了电脑制图规则的评分标准外，
另有规定，测试列印用纸，监评人员需事先签证。若有列印失误，印检人需拿原先列印失误者更换列印用纸，建议列印之前需仔细检查。首先介绍零件布置图的列印，按快捷键 Ctrl+P， 开启列印视窗。单集包含图层中所要列印的图层，如画面所示，共有9个图层。选项部分的设定为输出模式，选黑白，要列印图纸。钻孔标记选实际钻孔尺寸，比例为1:1。接着单集列印预览，确认是否有需要修正之处，单集关闭按钮返回。没有问题即可单集列印。开启列印设定视窗，印表机选 Microsoft Print to PDF， 方向选横印，单集列印。开启另存列印输出视窗，输入档案名称后，单集存档，单集关闭，切换到专案管理员。在工程总管栏即可看到零件布置图的档案，双击开启档案确认，单集关闭。再接着介绍布线图，按快捷键 Ctrl+P， 单集包含图层中所要列印的图层，如画面所示，共有3个图层。选项部分的设定如图所示，输出模式选黑白，要列印图纸，钻孔标记为实际钻孔尺寸，要印象列印，比例为1:1。接着单集列印预览。确认是否有需修正之处，单集关闭按钮。没有问题即可单集列印。开启列印设定视窗，印表机选 Microsoft Print to PDF， 方向选横印，单集列印。输入档案名称后，单集存档，单集关闭，切换到专案管理员。在工程总管栏即可看到布线图档案，双击开启档案确认，单集关闭。这一节完成的4位数显示装置的电路板设计。这个结果并不是唯一的答案，只要零件布局不一样，就会得到不同的设计结果。但只要符合试题的规定，并根据设计结果完成电路板制作，并不会被扣分。下一节将介绍如何进行电路板制作与功能测试。